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开，中国没有参与，却成为讨论焦点。与此同时，由中国主导的 RCEP 协定却即将生效，这说明了中国怎样的国际地位？中国又将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近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会议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主持召开了另一场会议。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应对当前供应链危机和其他影响全球商业的问题。然而，此消息一出，更多网友却关心另一个问题，因为20国集团领导人都把中国给排除在外，说明美国想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供应链，但抛开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又从何谈起？拜登要主持这次会议的原因何在呢？我们都知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就使得全球供应链都进入比较紊乱的阶段。与此同时，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协定，日前宣布将正式生效，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国参与其中。这也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起航。C20 没有中国，中国成为讨论的焦点。而 RCEP 协定有中国，买中国同样成为焦点。这说明当今全球供应链已经离不开中国了，中国就在那里，有没有都会是焦点，谁也无法装作看不见。那么问题来了，20国峰会有意排除中国，与 RCEP 协定的通过有何关联呢？我们都知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就使得全球供应链都进入较为紊乱的阶段，而且还严重地波及到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健康发展。其中，美国的矛盾最为突出，因为美国是目前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这就严重地影响美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美国在特朗普时期所采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为此次的供应链危机埋下了隐患。因为随着美国采取随意的加征关税政策，并且限制高科技企业正常的投资贸易行为，并且明眼人一看，美国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针对中国，但是这在实际上也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带来了非常明显的破坏作用。因为美国所采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意义在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并且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美国所主导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明显是恶意破坏这种合作趋势发展的政策，这完全都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所以必然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不利影响。所以有专家指出，在国际社会高度开放的环境下，世界各国只有通过相互加强深度合作，不断提高供给能力，从而可以达到通过贸易实现互通有无，进而可以实现充分满足各个领域的消费与需求。但是这种贸易与合作受到美国人为政策的限制和阻挠，这就使得全球的供应链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为了要维护全球化的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各国都行动起来，共同抑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干扰和破坏，并且可以去发挥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积极作用，从而能够实现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市场秩序，加快地促进贸易和投资发展，使得全球的经济发展可以趋于平稳，加快促进全球紧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可以使得各国能够更加的通力合作，实现共同的互利共赢。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贡献着中国力量。并且随着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在全球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也是在致力于促进全球的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能够实现互惠共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全球最为齐全的制造业部门，可以说离开了中国，全球制造业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发展阶段，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的。
而对于之前美欧在稀土资源上的缺乏，也突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着中国大量减少对稀土资源的出口，这就导致了欧洲在稀土资源上的供应链断裂。这也是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中国故意的去使他们在稀土资源的供应链上出现断裂。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一直以低价出售原材料，这就使得许多西方国家抓住中国的这一缺口，就大量从中国进口原材料，以满足本国工业的发展。而中国也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对于这些原材料的白菜价出口，反而还对此乐此不疲，大量的出口原材料，这就大大的加剧了本国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加大了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大为不利。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对这一方面的意识和重视起来，并且考虑环保和降能耗，开始建工减产，减少对资源的开发和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看重了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尤其是在稀土资源上。也是随着欧洲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对稀土资源这种原材料需求量巨大，并且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抓住这一点，从去年开始，中国对稀土出口的价格翻了1倍之多，而且还严格控制稀土的出口量，这就很好的对欧洲企业实行卡脖子，以此来保护本国的资源利用率，制约他们的发展，从而促进本国的快速发展。因为之前的欧美国家都抓住了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源丰富，但是本国利用率不高，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以就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虎视眈眈，并且都以廉价的价格进口，从而促进本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就在这方面多次吃亏，之前就是在稀土的资源上通过白菜价出口给欧美国家，而此次对于稀土的出口险些是重蹈覆辙。所以中国这只是在保护本国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能够摆脱在重要的资源上被白菜价出售。所以中国还是在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还是会给欧洲继续供应稀土资源，但是就是在数量上会有所限制，价格上会提高。这也是为了使得双方的贸易关系更加平等，从而促进双方更好的贸易合作，加快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美国一直在对中国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中国的贸易发展。但是这也是加强了中国突破美国贸易保护壁垒，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加快促进全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全球各国和平稳定发展，能够实现互利共赢。